抓狂，太牛了！大叫声，我忘了在哪里听到，歌名太长了，有点记不住。这是采访的主题词，就华晨宇健忘。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栏目的拍摄，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花花。Hello， 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。录制已经快接近尾声了，对，先分享一下感受。其实我这次来，我觉得收获还蛮多的，就是因为遇到了很多很惊喜的朋友，然后并且还有幸能够通过这个节目，能够跟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合作方式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收获很大。那先分享一下，就哪次的合作，当时觉得哇巨爽无比的那种。最爽的肯定是那个舞娘啊。因为大家都是创作的音乐人嘛，那其实交流就很舒服。对。如果让你在纵观整季，还有让你觉得就是自己满意度最高的作品吗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是小马嘉祺。对，因为马嘉祺之前我对他的了解程度，在音乐上的了解程度其实没有那么多，尤其是演唱上，所以跟他合作那个《知足》跟《闪亮的日子》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哇，就是因为我很喜欢他的那种干净的那种声音，然后呢，他的声线是我觉得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音色，而且我也很喜欢跟他合作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些东西是我所没有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。你觉得你在这个节目里有解锁什么新的技能吗？那个舞蹈算吗？就是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我不那个对我来说算是蹦的是吗？蹦得很开心的一个状态，也算是解锁了舞蹈吧。至少我认真的跳了几个动作。对，包括就是你跟娃娃，就他们就私下练那个舞蹈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就说娃娃他们两个是真的也在玩，但感觉你的表情是真心实意的在害怕。我就觉得带上台感觉不加分，对，就不加分，对自己的舞蹈太没自信，太没信心了。那其实刚说到解锁新技能，因为其实之前也看到就是在那个番外里面，然后就大家也会拱你去做那个平板支撑，然后。问你什么想法？我是我自己的表达。当时一开始有点害怕，也不敢。后来可能是我比较瘦的原因，所以可能那个很轻松挑战，做起来好像没那么难。所以你真的有腹肌吗？因为是练腹肌的东西。说实话，我有腹肌，我有练，但是这个你不要 Q 我，你漏了，对，反正我是不会漏的。我们也不是那种深夜的。对，我觉得是有，但不是那种特别像那种6块腹肌，就是那种那其实是你也有看出来的，对，是能看出来，但是得要那样，就是要冲一下，要用力一下，它就会很明显。反正花我们带到这儿了，反正花有腹肌，我这块是不会让他展示 Q 的。反正下演唱会大家随便喊什么的，我管不了了。怎么 Q 都不会的，怎么 Q 都不会。我老是觉得是我其实可能不是练出来，是瘦出来的。就因为体脂比较低，它就会容易有这个。对，就自然就出来，但是可能是瘦出来的。我感觉你很想就深聊这个腹肌的话题，我们在这个。因为我很想，就是我很怕把自己就是说成好像自己好像很厉害一样，但其实我真的很不厉害。我们从家里带来的一些专辑，都是一些台湾的专辑。有没有自己比较熟，或其实自己家里就有的？这个孙燕姿这张片，我觉得小时候我还真的经常听着孙燕姿的音乐睡觉。五月天是我喜欢白天就是上学的路上喜欢戴着耳机就听。我知道五月天是有一首歌叫《9号球》。
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学生嘛，就是有那种学生时期的那种男生的那种小叛逆的那个状态。对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这个歌好喜欢，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听五月天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小时候就都是那种，比如喜欢一歌手就哐满系列，就1张、2张、3张、4张，就买系列最多。周杰伦，你买到哪张？他从第一张一直买到他那个花海。对，花海是哪张？是那个摩羯座吗？好像是。说自己曾经也是他的那个中文网的一个会员。对。哎，那你会做一些比较疯狂的事情吗？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是专注点都在这个人的作品上、音乐上。对。我那个时候喜欢周杰伦，就是觉得哇，他的歌好酷啊，就是没听过。然后当时他的出场永远都一开始戴个鸭舌帽。我们班上那时候我上小学了，好像是，然后也过去10几年，记不太清了。对，然后我记得我们班上就很多男生就开始戴那个鸭舌帽。你戴吗？对，我也戴。对，就可能这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那种比较就喜欢这个歌手的表现。对，那你还记得其实你最早买的台湾专辑是哪张吗？我好像就是周杰伦。F4我也买过。然后有一首歌当时我还挺喜欢的。牵你的手去感觉烟火的季节。对，那个歌，那已经他第2张片了吧？好像就叫烟火的季节。我忘了是什么，反正大家好早。还有什么是你 Fair 我很喜欢，Lydia， 然后我们在什么你的微笑，流浪者这个，流浪者是那个吗？流浪是牧羊人的方向。是，对，是，是我听我们那的时候，当时还听哭了，光听，而且还不是听 live， 光听唱片就流眼泪了。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。还有一个，我后来听到他们那个，忘了叫什么。叫什么荼蘼吗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都是华语语，但是我忘了在哪里听到，歌名太长了，有点记不住，记忆没那么深刻。我忘了是什么。这采访主题词就华语健忘。但我会哼那个旋律，那角落微微张开，哒啦哒啦啦哒。荼蘼时代。2000年时代的时候，基本上出了很多大火的歌曲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些歌火了，以至于后面很多人开始去学习和效仿。我在学习阶段的话，那个状态，那些音乐对我来说就属于一个模仿阶段。但是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要去区分开这个时代的音乐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时代不同了嘛，就是对，就反而会让你觉得我不应该就一味的去模仿或者效仿就大家的。如果只有一张票啊，然后可以去看一个歌手的演唱会，你想看谁？五月天啊。五月天，那你要跟我们鸟巢抢票吗？我肯定要抢。哎，你抢票速度怎么样？你自己抢自己票都抢不到。如果那个时候我不工作，我肯定就要去看了。那如果让你就最后给我们就推荐一张你花最想推荐的台湾专辑，你会推荐哪张？周杰伦。说了半天五月天，然后最后选张周杰伦。因为这两个都是我超爱的，因为我觉得音乐上，其实这张片我就超爱。就这张，还有一张专辑也很。对，他那张专辑里面有那个娘子，我觉得那个歌好厉害。你给自己在这档节目中的定位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辅助吧。说实话，我上过的音乐的综艺，我觉得对我来说算多的了。好多舞台上各式各样的演唱，包括改编啊、翻唱啊，其实真的挺多的。然后都是独唱，导演跟我聊了这个节目的形式、合作啊什么的。然后我就觉得，那这些，然后也会跟我说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一些歌手，然后来，我就觉得，那可以跟他们合作这件事情可能更吸引我一些，对，感觉会比独唱要好玩一些，因为一旦碰对了就会很出来效果。但如果要是说火花碰不出来的话，但我觉得这个是你至少也尝试过嘛，玩不一样的不留遗憾，心态对。
比如说调查局的一些评比。台湾最受两岸90后观众欢迎的歌曲。我的滑板2016。台湾的民众调查里面都人气很高，你会怎么介绍自己？你不是说人气很高还要介绍吗？对不起，我失礼了。对，可能我介绍的还不如他说，哎，你别说了，我们都比你了解。大家好，我是华晨宇，然后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音乐。我是个唱歌的。我逼他们的时候，其实我自己也在干这些事情，肯定。然后再加上要编曲，然后要录和声，然后其实会有点也动不动就几天不太睡觉，或者一天大概只睡2小时这样。尤其是前段时间做那个就《美好的事》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记得当时录和声就最后有一段大合唱，其实那个合唱录了2天，而且那个歌非常的费嗓，要录的话，你要一直重复那一句，要录很多人的感觉嘛，然后呢你要一直重复那一句，然后那一句又是一个非常费嗓子的一个方式来唱的话，其实伤害性还蛮大的。娃娃是说，就你会当下会发很多表情包，他以为你摁错了给他，然后传一个无限贴图给我，一个贴图，然后他传大概有100个。所以你平时表示愤怒或情绪的方式就是狂发一串表情包吗？还是其他的？差不多吧，对，就是会发那个这个那个有一个那个表情抓狂。当这个前辈的感觉真好啊！我这10年没白干了，就会觉得不错。以前这些话都是我对别人说的，所以现在。哎，我听说你在之前的那个杭州演唱会上，就是你那个麻将去打麻将，让我不碰，这边让我碰。你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，比如下了节目之后，私下之后约娜姐当个牌友之类的？我觉得应该会约的。我跟娜姐还说过这个。那你现在平时打吗？他说他现在打实体的麻将少了，都是打对，这线上在浪姐玩线上，对玩线上麻将。我觉得，但打麻将我还是觉得实体打得更舒服一些。我炸糊了啊！等一下。怎么讲？就是真正在那边我没有真正的在那里宣传过，对，没有在台湾真正宣传过。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数据，是大唱片，对，就感觉还挺好的。对，我们有计划说想要去台湾开演唱会。在我们今年的这次巡演，但是得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地点。因为艾良之前也说，因为他很喜欢你嘛。你来台湾的话，卤肉饭我请，但歌你做。卤肉饭跟我邀歌，来特写一下华晨宇这个表情啊，待考虑是不是？也不是不可以。就一辈子的卤肉饭这量差不多要一辈子的卤肉饭啊，那我可以好好认真。他可以想一想是吗？对于采音响出现人传人的现象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对，就是指高山青那高山青，我记得。但其实那个是我有一次，就是那一场是我偷偷的弱的问了一句，我说娜姐，如果让你给你一个架子，让你往踩的上面唱歌，你可以吗？然后我当时还有点害怕嘛，然后娜姐性格你知道，我没问题啊，我什么都可以啊，我在舞台上的，对，然后一下心里面就很舒服，然后而且觉得还呈现出画面确实对大家很有那个气势的感觉。坏特之前是他是指定给你布置，是希望你有女团舞的唱跳表演。女团舞的唱跳表演，坏特认不出来，不是我们说的。希望花花下一次唱歌的时候可以跳女舞，女生跳那种 wave 那种。不可能。让他死了这条心是吧？死了这条心。那我唱那个我之前在
机场唱的那个歌，周杰伦的《最长的电影》。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呀，这个好好玩，我好久没唱过这种 KTV 了。哎，我想再唱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好好玩啊，这个。记得你叫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你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